我今年35岁了嘛，20年的时间，把一个山慢慢的改造起来。对面就是那个贡嘎雪山，这就是我们若丁山的大草原。最早若丁山是一个没路、没水、没电的地方。现在就有6栋房子，有民宿，有餐厅。就我想通过这个事情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把我命都搞在这里面，我就一定把它干成的。就我父母呢，就是老实巴交农民。我从小时候在这个地方放牛，13、14岁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带客人上山去徒步露营的。当时我是高中没有念完，我又到城里面就上了一个大专。学费又比较贵，去打工去发传单。我觉得我一定要去学习和改变，看过外面的世界，我一定要回家乡来自己来创业。在08年的时候，扛东西到山顶上，花了3000块钱修出了第一个小房子。房子设计的时候呢，就是川西这边木质结构的元素，三角形结合贡嘎山的这个棱角。有个60平方左右，小木屋上面放了一个浴缸，泡个澡，看到雪山，多享受。房子修好以后，你都要修路，用锄头刨的一条小道，经常是摔倒，然后爬起来再开始。今天修，明天下雨，后天又垮。从08年修路，一直修到了19年，前10几年的人生都在这条路上。但他就遇到最大问题是水的问题，每天然后拿着一把刀就开始在周围开始找水。最早山上没有电，买的2手电线，买了一个小的一个基站，然后能够10个人左右同时能够上 WiFi。最早的时候呢，自己一个人，到后来就是我带了我一个兄弟，然后第3个是我哥哥，还有就是现在女朋友。就我跟伊拉来讲，我们俩是2个极端，我们的性格脾气完全不一样。我父母是极其反对，我们俩在一起8年。我自己是从小在城市里面长大的，研究生是香港科技大学。是2015年一个女生来藏区的，后来我想说，哎，这个人声音怎么这么好听？可能在山里生活了3年多以后，我会发现预期是有很大差距的。别人都已经结婚生子了，有车有房了，现在也不在。明年我可能就要去新加坡再读书1年。回来的话，我们俩没有分手的话，我就打算结婚。还能听到那个石头在山上滚的。突然来个这样的一个地震啊，房子东倒西歪。我说话真的，前几年已经很难熬，然后地震又来的时候，那个绝望比之前那个更可怕。你出来就已经本身就是在社会上最底层的。就别人对你的质疑是很大的，了不拉屎的地方，你怎么能干起来？所有人都把你当成瓜娃子，觉得你在吹牛逼，异想天开。人间太市侩，不如山中做妖怪。我会把每一分钱都拿来投到若丁山，把房子给抵押了，然后找亲戚朋友也借了些钱，慢慢的，然后就把若丁山的这些最简单一些基建给用起来了。我想把它打造成一个就是人和动物和自然之间一个交流的一个场所。来的人越来越多，也不给村民的老百姓分红。我们从开始每户180块钱，到后来人均700多，很多年轻人也不出去了，他可以回乡来创业了。去，希拉，他是我的最好的朋友。回来，跟我在一起8年多了，他能懂我。来，希拉。我是想把自己的这些人生经历和故事一样写到这个山里面。山在成长，我就在成长；我在成长，山就在改变。